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7月26日啊。今日要講下喺英國嘅解密檔案啦。嗱，今日我哋咧成日坊間有啲嘅社會評論啦、時事評論啦，就好有趣嘅。佢哋咧就係抽空咗歷史現實，就講佢哋嘅政治意見同埋一啲嘅觀點啊。咁呢啲咧都係啲個空中樓閣嚟嘅。譬如話咧，有啲人就話：喂，香港啊，嗰啲民主回歸派要負上責任喎。如果唔係佢哋主張香港民主回歸啊，喂，香港後來啊都唔會白行咗幾十年而即係寸尺不進啦。呢一種講法完全咧係無視歷史事實嘅。香港民主回歸派嘅出現呢，係當時中英談判已經確定咗香港係要回歸，所以有一啲人呢，就係提出，喂，回歸啦都要，不如民主回歸啦，就唔係佢哋加速咗咧中共嘅統治嚇，咁啊唔係令到咧香港人咧對民主有幻想，而係個路徑已經發生咗，佢哋希望咧盡力爭取嘅。又有啲人呢，最近成日講喎，話英國啊要有責任啊，佢冇俾香港有公投嚇，冇問過香港人意見咧，就將香港交翻俾北京。咁所以咧，香港人係即係呢個英國人欠咗香港人嘅。咁啊，又有啲人講法咧，就話咧，當年啊，即係呢個英國人咧冇俾所有香港人有 BC， 呢個係英國人欠咗香港人嘅，係戴卓爾欠咗香港人嘅。呢啲全部都係抽空咗歷史現實啦，去講嘅一啲問題。咁啊，最近呢，有一個解密檔案咧喺呢個星期咧就公開咗。呢個解密檔案咧，其實坊間已經有好多報道啦。咁我就花咗2日時間咧，就係詳細睇咗呢一啲嘅解密檔案。不特止，我就有喺呢啲解密檔案嘅相關資料裏邊咧，再詳細閱讀咗。咁呢個解密檔案係講咩呢？其實有2份嘅解密檔案，其實應該咧 total 有 part 3嘅，有第3份嘅。但係呢啲解密檔案呢，仲有一份係未公開，因為經過英國嘅檔案法呢，一般呢解密檔案呢30年後呢就要解密嘅。咁但係好明顯啦，有一啲呢就係冇解密到，咁啊但係都會延遲解密，始終有解密嘅一天噶嘛。點解有啲會冇解密呢？有啲可能涉及到當事人，佢哋仲在生，咁啊冇解密到啦，或者當事人嘅意願唔希望咧喺佢在生嘅年期咧裏邊解密，咁都有可能。咁啊仲應該有一份咧係90年嘅檔案係未解密嘅。而家咧已有嘅就係2份檔案，就係喺89年嘅2份檔案。咁啊但係有一份咧90年，就係商討咧當時係商討呢個8964前後英國人應該點樣處理香港問題咧？呢個香港可能會有大量嘅難民喎。佢當時咧就製造咗個所謂嘅末日情景，就係將咧嗰個情況咧變到最危急，包括3隻顏色：綠色、黃色同紅色。綠色咧認為咧香港當時係綠色嘅，綠色咧就要監察監督啦，即係保持機密，唔好咧影響到公眾啊。因為當時咧有移民潮，但係呢個移民潮咧未去到一個災難性嘅移民咁所以呢個咧香港喺89年前後就係一個綠色嘅情況。咁但係如果綠色嘅情況再危急啲，就有黃色嘅情況咯。黃色嘅情況咧就係入境部門咧每日要統計香港人入境嘅數目並設置呢個安置委員會，就擔心咧好多香港人咧會湧去英國要設置一個安置委員會。有官員建議英國政府咧放寬港人入境嘅限制，俾佢哋咧喺英國咧就有呢個救生艇計劃喺英國咧好似即係前幾年嘅 BNO Visa 咁，就俾佢哋咧有安置佢哋嘅計劃喎。呢個香港應變小組呢批文件係嚟自一個香港應變小組，佢話咧如果當黃色嘅情景出現咗，香港發生大規模嘅社會動亂啦，就要英國咧冇辦法獨立咧應付以10萬計、8萬計嘅難民湧入去英國嘅，要爭取國際社會嘅支持。小組咧亦都話啦，喺89年下半年咧派人哋訪問北京要摸底睇下北京嘅情況。話紅色嘅情況係點咧？最惡劣嘅情況，香港淪陷啦。紅色嘅情況啦，解放軍可能大軍壓境啦。咁咧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就會要求咧航空公司啦、國泰BA 啦同埋船公司將閒置嘅所有飛機同埋船隻咧調配去香港，處理難民嘅問題。要大規模咧喺24至48小時裏邊咧，將香港人咧運抵去英國本土。郵輪咧要1個星期或以上啦，要耗費幾多錢咧計埋噶啦。如果100萬人，佢哋咧短期咧就飛去台灣，然後作為台灣中轉站咧就1.65億英鎊，有1400次嘅
呢個嘅郵輪啊嘅航程，或者咧2500次嘅747波音飛機，就要再使多1億7千萬鎊，咁啊將100萬人咧調嚟香港啊！呢個就係當時咧佢幻想嘅一個末日情景。如果香港最惡劣嘅情況咧，就可以咁樣啦，甚至乎咧就計晒船隻噶喎，啲船隻係點樣啦？可以喺巴哈馬度咧抽調咧26艘，可以咧每一艘咧佔19000嘅船位嘅船。喺希臘咧就有20艘，希臘咧就有1269艘嘅船位。美國就7艘，美國嘅船細啲，3210隻。英國有3艘，2396個船位。咁香港咧佢只得1艘嘅啫，亦都唔具備咧遠航嘅運程嘅。咁嗰啲船係點啊？運去台灣，海峽400海里為目的地。咁喺台灣咧就可以一個月咧運到100萬人嘅。同時間咧澳洲嘅達爾文港咧都可以咧每個月咧運10萬人。咁先運去台灣同埋運去澳洲，再運嚟英國，咁啊當時係咁樣嘅。咁啊再計算埋咧英國嗰啲閒置嘅房屋，徵調晒所有閒置嘅房屋，臨時就俾呢個嘅香港人啦做救生艇用途嘅。咁所以呢個報告咧其實都好全面，就假設咗咧香港淪陷嘅情況。咁但係事實上香港就當時就未出現到所謂淪陷嘅情況咁啊反而咧即係呢個過渡時間咁仲係發生咗嘅。咁呢個平穩過渡又好，喺風波中爭拗過渡也好，咁香港係發生咗呢個過渡嘅基本法。咁所以90年代香港嘅樓價都繼續升啦。咁所以呢啲報告咧係冇發生過嘅。咁但係呢度涉及到好多嘅香港歷史嘅問題同現實政治問題。後來啦就係呢個19年之後咧，香港咧個社會出現咗大規模動盪，所以當時嘅英國政府推出咗救生艇，令到咧有將近20萬嘅香港人啦係嚟咗英國度生活。咁呢個亦都係呼應翻喺89年時期當時英國政府內部嘅討論。其實喺80年代有好多嘅討論，解密檔案我哋已經睇咗，我以往已經導讀過。當時咧已經諗緊喺84年中英談判嘅時候，確定咗香港要回歸啦。當時有2個計劃嘅，一係咧就讓呢個嘅蘇格蘭揾一個地方成立香港人嘅城鎮。一係咧就喺北愛爾蘭咧係接納香港人，當時有2個計劃嘅。如果有數十萬香港人嚟，咁咪可以喺北愛或者喺蘇格蘭裏邊咧揾一啲無人地然後就讓香港人喺嗰度落地生根咯。當時英國政府係諗過嘅，佢係諗過好多方法，就唔係好似咧有一啲嘅時事評論人咁講，喂，英國係放棄咗香港啦，冇俾香港公投冇如何。其實咧即係歷史係有限制嘅條件底下發生嘅。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利用大量嘅英國嘅解密資料同埋咧書籍咧去同大家講嘅。譬如話咧英國國會文件裏邊咧有一個資料咧我有睇到嘅，呢個國會文件啦，就係喺89年啦，當時咧89年嘅7月13號，英國嘅國會咧亦都有即係廣泛討論到香港會唔會出現到難民問題亦都涉及到船民越南船民嘅問題係如何處理嘅。咁喺國會裏邊咧，呢啲已經係國會公開嘅文件嚟。咁當時都話咧係唔可以咧放棄香港要讓香港尤其是喺呢個皇家香港政府裏邊嘅公務員咧係讓佢哋咧有居英權讓佢哋咧不受到報復，可以咧去到英國度生活。咁其實當時咧已經討論咗好多啦。咁但係問題點解歷史上嘅發展就唔係好似討論到咁樣呢？冇喺北愛各讓一笪土地，冇喺蘇格蘭咧整一個土地，整一個香港特區呢，就冇啦。點解呢？咁梗係有好多歷史嘅限制噶嘛。咁咧有一本書呢，就係2022年嘅時候出版嘅，呢本書呢，就好仔細呢，就利用咗英國嘅解密檔案。當然啦，解密檔案不斷 update 嘅。咁咧佢呢個書呢，就叫做英國檔案中嘅香港前途問題，作者就係張家偉。其實之前李彭廣呢都寫過一啲，但係隨住解密檔案不斷公開呢，佢越嚟越多資料咁當然好可惜啦，就係北京呢，佢冇公開到佢哋嘅解密檔案北京至今都冇公開到解密檔案唯一呢，喺文革以後呢，就有好多解密檔案呢，佢就唔係真係解密嘅，佢就放咗喺地方嘅農村嗰啲檔案室裏邊。結果可以咧喺改革開放嘅時期咧，任人哋去入去睇嗰個年代咧，你只要咧遞啲煙仔買2包咧中華牌嘅軟盒熊貓嘅煙你就可以睇到嘅。所以馮客教授咧，佢寫過即係個3部曲
解放的悲劇、文化大革命同大躍進咧，就睇咗好多呢啲檔案資料。我自己咧去北京，喺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咧，都睇到大量嘅檔案資料。當時啊送煙仔咧就有機會睇到，咁我睇到咧清朝啦，馮客嗰啲啊就睇係共產黨嘅。咁啊呢個書咧有電子版啦，大家有興趣可以讀讀。咁我就喺呢個書裏邊咧就做咗一啲嘅筆記，就係解釋俾大家睇。喂，呢個書裏邊咧講到英國解密檔案裏邊有關香港嘅歷史問題一啲嘅誤解嘅。嗱，首先咧幾時開始第一次咧喺解密檔案裏邊提到要有回歸談判咧？就係68年嘅4月，67暴動以後啊，68年嘅4月咧就係當時英國政府就要傾咯，因為1997年咧呢個99年嘅新界拓展專條就已經到期，而新界咧就佔咗香港咧主要嘅土地面積。如果新界係要歸還嘅話咧，香港同九龍半島以南其實就好難死守嘅，即係佢哋會被切斷咗陸路，佢哋只係得海路嘅啫。咁啊對外咧只係得海路就好難死守，界限街以南嘅土地咧亦都好少，容納香港嘅人口咧亦都唔足夠。咁所以喺1968年嘅時候咧，當時咧就首次咧英國嘅防衛及海外委員會就已經傾啦。喂，係要解決呢個嘅香港租界問題嘅，咁但係呢個租界問題咧一直都解決唔到嘛，所以報告裏邊顯示咧，如果去到80年代仲未解決到租界問題，到時香港人咧信心就會急劇下滑，必然咧就會出現移民潮。68年嘅時候已經估到80年代會出現移民潮噶啦，移民潮啊去到80年代中期咧，香港嘅專業人士會走啊，外企嘅資金會撤走，報告有預期啊。其他國家如果承認香港專業嘅學歷咧，當時好多都香港專業人士喺英國畢業啊，譬如話我以前嗰啲老師呂元聰教授，佢哋都係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嘅博士畢業嘅喎，咁佢哋去外國發展嘅喎，去澳洲啊，去美國啊，去新加坡啊咁樣情況喎，所以啦佢就預期咧80年代咧香港嘅房地產就會崩盤啦，銀行都會崩盤咯，90年代政治啊各方面啊就會出現到危機。而新界嘅居民咧就會同中共合作嘅，會令到咧港英政府嘅管治咧更加困難。咁所以咧英國人咧係需要談判，需要咧主動揾。所以有啲人就話：喂，麥理浩蠢啊，自己上北京揾人傾。咁但係呢個咧喺68年嘅時候咧就已經講明係必須要傾，唔傾咧就會出現咧頭先嘅問題啦。就唔係咧好似啲坊間評論咁講，麥理浩蠢啊。咁但係問題咧報告就認為啦。嗰陣時咧最適當嘅時機就唔係接觸北京嘅，要係適當時機先嘅。咁啊嗰陣時因為仲係文化大革命啊嘛，所以咧佢哋仲喺度諗緊幾時先接觸北京啊。咁好明顯要文化大革命過咗啦，我哋要話俾中國政府知，我哋同意咧香港咧最後係會回歸中國嘅，但係就係時間上咧就要討論啦。咁所以當時咧就有呢個嘅報告嘅情況嘅。OK。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啦，就係當時咧北京咧仲未準備好接受香港回歸喎。嗱，北京一直咧喺嗰一刻咧係冇諗過香港會回歸。咁但係去到1971年嘅時候，麥理浩就係當時係港督啦，有廉政公署計劃各方面。其實麥理浩喺1971年嘅10月27號咧已經係提出咗香港會成立特別行政區，用呢個方法咧係即係同北京談判。特別行政區就由英國人管，喺麥理浩嘅角度，當時英國係工黨執政就由香港就交俾港督管，港督咧就繼續管，但係主權咧可以係歸中國嘅，因為中國係需要主權，係需要面子，英國咧係需要治權，係需要錢，所以當時咧就有呢一個咁嘅想法。但係佢揾周恩來傾，結果周恩來就話咧，歷史問題我哋唔談啦。喺1974年嘅時候咧，麥理浩咧。其實就係同呢個嘅周恩來佢哋傾過，其實周恩來係冇興趣傾過，甚至乎喺78年嘅時候，麥理浩再同鄧小平傾，鄧小平咧亦都無意解決香港問題。佢話咧1997年咧，鄧小平係咁講噶，喺78年嘅時候，佢話1997年香港咧只有兩個情況，一係就回歸啦，一係咧就繼續維持現狀。所以去到無論係74年麥理浩揾鄧小平，74年麥理浩咧。揾呢個嘅周恩來，或者78年麥理浩揾鄧小平咧，當時咧中方都係無意咧係處理香港問題。點解？因為冇需要。你永遠明白共產黨做事情咧係講有冇需要。喂，如果你話領土寸土不讓咧，好多領土係丟失咗嘅。越南嘅領土咧嗰陣時係11段線，佢將2段線送咗俾越南。
係丟失咗嘅喎，呢個白頭山送咗俾朝鮮係丟失咗嘅喎，咁啊所以領土就唔會寸土不讓噶，係咪啊？仲有咧，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以百萬平方公里計嘅土地喺俄國手上，佢丟失咗，佢都冇回歸啊。點解香港要回歸啊？就係因為後來去到82年嘅時候，佢有需要香港回歸。喺82年以前咧，佢冇需要香港回歸，所以後來無論咧有啲英方嘅官員咧派人去見唔同中國嘅領導人，見李先念啦，見趙紫陽、見胡耀邦，喺82年以前咧都話冇需要回歸嘅。咁但係點解問題82年嘅時候突然間又冇需要回歸，變成必須要回歸咧？因為喺呢個嘅周恩來嘅立場咧，周恩來嘅角度咧就係香港係要長期利用喎，要充分利用香港喎。如果回歸咗，咪冇咗個特色啦，冇咗香港嘅作為一個呢個超級聯絡人嘅特色啦，冇咗作為一個中間緩衝點嘅特色啦。所以咧，後來對所有嘅中國領導人喺82年以前咧，對香港問題咧都係咧係希望暫緩嘅，唔希望咧急於解決。但係好明顯去到82年啊，戴卓爾夫人訪華啦，成個形勢逆轉咗。點解？因為當時咧佢需要解決台灣問題，需要解決台灣問題就要借香港問題去處理啦。因為咧去到80年代咧，改革開放嘅正式推行啊嘛，中國咧就喺度爭論緊姓資定係姓社，究竟行嘅係資本主義啊定係社會主義，黨內出現分裂喎。所以咧胡耀邦因為咁樣都下台啦。最後因為呢個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埋精神污染嘅問題，胡耀邦都要下台，因為佢反呢個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反精神污染不力。黨內有啲極左嘅勢力咧，佢仍然咧係懷念毛澤東時代，對鄧小平嘅改革開放嗰個信任度係不足，認為咧鄧小平咁樣係行修正主義，係背棄咗馬克思主義，背棄咗史太林路線，背棄咗列寧，背棄咗呢個毛澤東。所以啦，鄧小平咧復出之後咧，佢第一時間咧就要同越南打一場仗，中越邊境戰爭。同時間咧喺葉劍英嘅協調底下咧，拋出咗葉九條，要對台咧要收復，希望咧利用民族主義去轉移咗呢個嘅黨內姓資姓社嘅爭論。呢個係一個轉移視線嘅一個最有效嘅方法。而問題台灣你要去回歸接受葉九條、葉劍英嘅9條，嗰一刻係唔可能啊嘛。嗰一刻咧呢個嘅台灣仲有強大嘅軍事實力係可以足以抵抗嘅，亦都咧美國同台灣咧係有呢個嘅台灣關係法，所以如果對台用武，改革開放咧可能又會倒退。所以當時候最好嘅方法就係澳門同香港啦。澳門幾乎係唔需要任何嘅代價就可以令到澳門回歸啦。咁如果澳門回歸，咁順便香港都要回歸，要證明咧呢個嘅鄧小平路線係正確嘅。同樣道理，戴卓爾就喺福克蘭群島打場仗，利用咧打場仗咧，令到戴卓爾咧當時就因為佢要緊縮嘅財政政策，要將咧呢個嘅英國嘅國有事業、公營事業咧係私有化。喺國內民意亦都好大嘅反彈，要削減好多嘅福利。咁所以佢打咗一場福克蘭群島，係轉移咗國內嘅視線，令到全國啲人咧都支持咗戴卓爾。所以鄧小平所做嘅舉措咧係同出一轍嘅，佢就係希望咧利用澳門同香港回歸，就係造成時勢令到佢嘅管治合法性係更加強，利用民族主義轉移社會主義嘅路線。呢個咧你要讀評論呢個嘅香港問題，你唔可以咧係抽空啊！所以點解戴卓爾夫人嚟到同鄧小平談判係毫無寸進啊？鄧小平咧係非常之咧係強硬喎。喺83年嘅時候咧嘅3月10號，戴卓爾致函趙紫陽表示完全理解中國政府重視香港嘅主權亦都咧準備咧喺某個時候咧向國會建議將整個香港嘅主權交還。咁但係當時咧英國政府咧一方面係咁樣，另外一方面咧佢哋準備咗咧係對香港咧進行公投談判嘅。但係鄧小平多次講到解放軍可以半日咧就接收香港嘅，如果你唔談咧我哋就接收你。呢個就係中方好堅持嘅講法即係談判如果導致僵局咧，你談就談，唔談咧佢哋都會解決嘅。所以英方係有 Plan B 主權換治權。但係咧捱唔到2-3輪談判啦，中方咧就係講得好絕，甚至乎喺84年嘅9月啦，中方單方面公布咧對香港嘅計劃，佢同戴卓爾講，鄧小平話
戴卓爾夫人啊，同佢嘅政府明智嘅態度，唔好將路走絕，因為香港咧係可以半日就收回，就唔係咧英國人背棄咗香港啊！英國人咧係提出咗無數嘅喺解密檔案裏邊無數嘅方案，包括北愛嘅方案，包括呢個蘇格蘭方案，包括喺香港舉行公投，包括咧用呢個嘅主權換治權，全部俾中方否決。中方咧係堅定地咧係要收回香港，甚至乎咧戴卓爾提出你收回都好啦，唔好派解放軍啦，因為驚解放軍係會影響到呢個嘅英資嘅利益，令到香港嘅信心動搖。鄧小平係堅決不接受。當時咧有其他中方嘅官員咧就係講嘅話可以考慮唔駐軍嘅，呢個緊標啊，佢哋咧提出咗嘅。當時有其他嘅官員緊標將軍，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緊標講咗一句咧話可以不駐軍，結果鄧小平馬上駁斥話必須要駐軍。佢話英國人都駐軍啊，憑乜嘢我哋唔駐軍啊？戴卓爾夫人咧就話喂，我哋駐軍係因為我哋好遠，所以咧我哋就要駐軍。你深圳有軍啊，你做乜要駐軍啊？佢話駐軍係主權嘅象徵，我哋唔做李鴻章。李鴻章嘅意思係咩？李鴻章咧就新界拓展專條之後咧就應承咧唔喺香港駐軍，只喺九龍寨城裏邊駐軍啊嘛。所以咧鄧小平話我們不做李鴻章，鄧小平係如此強硬咯。所以戴卓爾係並冇選擇，佢喺天安門咧摔一跤啊。咁傅高義教授就話佢因為當時就俾鄧小平嘅心理咧完全壓制啊嘛，所以咧就係行路嘅時候不慎。咁當然呢個可以係摔一跤係巧合嚟嘅，亦都可以係心理影響啦。咁但係呢個唔能夠將說話講絕。但係當時英國政府同戴卓爾夫人就想咗無數嘅方法，包括俾 BNO 俾呢個 BPTC 嘅人有居英權，全部俾中方否決。當時英資就喺香港裏邊有巨大經濟利益，如果一日就收回香港咧，英資咧就會即係完全喪失晒佢哋嘅權利，就好似當日上海咁樣。咁所以戴卓爾夫人必須要平衡佢哋英資嘅利益、香港人嘅利益咁最後咧就達成咗呢個嘅中英聯合聲明，係冇辦法中嘅辦法，就唔係話英國人欠咗香港人嘅，英國人欠咗香港人呢啲係情緒化嘅。當時喺政治上，大家兩個國家喺度角力談判。其實就係各出奇謀嘅。英國人係喺有限嘅條件爭取最大嘅權利，但問題英國佢一刻同中國係冇一個軍事上嘅實力係能夠對抗到嘛。佢唔係福克蘭群島啊嘛。你要同呢個嘅北京打一場仗係困難啊嘛。同埋代價好大。而中國咧當時改革開放之初，佢即使同英國打一場仗咧，即係佢嘅損失咧，咪最多翻文革時期咯。但係香港唔同打一場仗咧，香港數以10億計嘅英國嘅企業資金就馬上化為烏有。所以一個就係瓷器，一個係光瓦。呢個就係英國解密檔案裏邊咧嗰個歷史事實同進程，就唔係話佢欠唔欠香港人呢個問題。嗰啲民主回歸嗰啲搞到嗰啲本土派好中意講呢啲說話噶嘛，嗰啲完全係空中樓閣紙上談兵。anyway 咧，呢個書裏邊有好多內容可以講嘅，有關於我以前讀過英國解密檔案啦，李嘉誠入英籍嘅歷史事實啦，我可以再抽出嚟講。呢個嘅香港實行新加坡計劃啦，呢個我都可以抽出嚟同大家講嘅。咁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咧點即係喺樓下留言裏邊都話俾我知。順便講一講啦，博客來咧。我嘅書咧就已經出咗啦。其實喺全球咧都會送嘅，有啲人問我美國送唔送啊，加拿大送唔送啊？全世界都送，除咗朝鮮中國俄國呢啲國家之外咧，全世界都送，香港都送嘅。咁所以你訂咧幾日就送到香港噶啦。喺博客來或者誠品或者係金石堂或者係其他台灣嘅讀書網站咧，基本上都有百幾蚊港紙啫，送到嚟屋企都唔係好貴嘅。咁美國嗰啲郵費可能貴啲啦。呢個係初版，咁希望大家咧可以買個初版。有啲人問我電子書，我所有書近年都出電子書，但係一般就喺呢個實體書出版2-3年後先會出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知識有價。我用咗23年時間咧寫成嘅一本書，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支持多謝大家。咁再 Patreon 同埋 YouTube Members 有大量嘅獨家內容。今日講到呢度，拜拜。